是哪里？我不是已经……这身装束似乎是某种特定身份的象征。恭喜宿主穿越并觉醒作死回归系统，只要宿主满足以下条件即可获取奖励：一、宿主需在古代异世界死亡；二、死亡必须由他人造成，自杀、老死无效；三、死亡时声望越高，回归奖励越丰厚。奖励预览：现金100亿，复活币，永生体质。永生，只要死一次就能获得奖励，这哪是穿越，这是去进货。请尽管出招吧。陛下，北方蛮族寇关，军费吃尽。臣提议即日起，京城百姓赋税加3成，百官俸旅减半，以充军资。丞相，百姓已事实不果腹，再加赋税，怕是……陛下是在叫老臣做事。若无钱粮，蛮族打进来，这皇位您坐得稳吗？您不妨问问这满朝文武对此是否有异议。异议者完全可以站出来与老臣辩驳。完美的时机，这时候我只要反对他，他肯定会采取极端手段，我的目标就要实现了。我反对！你是何人？我乃监察御史苏长歌。魏无忌，你这老匹夫实在是欺君太甚！你以为百姓是待宰的羔羊，任你宰割？错！君为舟，民为水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今日加税，明日便是民变。到时候，哪怕你有100万大军，也挡不住这天下悠悠之口，挡不住这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好惊人的见解！此人心中装着天下。混账！竟敢在大殿之上妖言惑众！来人！要来了，是凌迟还是斩首？求求你快点儿！今日你杀了我一个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，动手啊！别犹豫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今日不杀我，你必后悔。好一个水能载舟！苏长哥，你以为我会杀了你，成全你的忠名吗？别啊，相爷！您是奸臣呐，奸臣怎么能不杀忠臣呢？这不符合人设啊！您再考虑一下，我不怕疼的。传我命令，苏长哥直言敢谏，其心可嘉，赏。陛下，此人是个人才，不如让他去大理寺任职。准奏，大理寺那些案子背后牵扯无数，苏长哥去查必死无疑，但至少能让他今天活下来。我不需要这个奖励，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。你们到底明不明白我的意思？陛下，此人太狂妄了，满朝文武皆是侍卫素参，唯有他敢将心照明月，传令营卫暗中保护苏长歌。怎么感觉背后冷飕飕的？去！苏少卿，这案子碰不得啊！这女子死时身穿红衣，头颅被斩，怨气极重。上一任查这个案子的官员回家就疯了。调查红衣女尸案，死亡率预测90%。90%，稳了。咦，不对呀！大人，何处不对？是不是有什么邪门的力量显灵了？你们看，尸斑呈暗紫色，沉积在背部和臀部，说明死者死后长时间保持仰卧姿势。但卷宗上说，尸体是在河边被发现的，当时是俯卧在河滩上。这说明河滩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死者是死于他杀。大人，此事不可再调查下去了。既然是被人杀的，那就更好办了。谁杀的？我要去当面挑衅他，让他把我也杀了灭口。这花瓣是什么？回大人，这是紫玉兰名贵的很，京城里只有礼部尚书王大人的后花园有这种花。这2品大员检测到高危目标，礼部尚书王安，权势滔天，嘉养私兵800。嘉养私兵，好，太好了，这就去送人头。大人，您要干什么？那可是尚书府，我们惹他就是死罪啊。我要的就是死罪。走，带上人马去尚书府。给我砸！大人，砸不得呀！废物！里面的人听着，
我是大理寺少卿苏长歌，杀人犯就在里面，滚出来受死！苏长歌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夜闯本官府邸！你儿子杀了人，炮尸何谈？你这个老包庇犯，有本事现在就叫人砍死我！狂妄小儿，满口胡诌！既然你执迷不悟，老夫成全你，给我拿下，严加惩办！再见了，大钱。就这样走了，岂不是便宜了这个王八蛋？算了，先解决小的，老的自会来找我报仇。慢着，王公子，那晚她穿着红嫁衣是去找你的吧？她怀孕了，想让你纳她为妾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们在争执中推了一下，然后她撞到了假山上？她的血溅在你脸上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是热的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逼我的，是他逼我的。我操，你这就招了？你特么是个反派富二代啊！你应该嚣张跋扈地命令手下砍死我啊！你，腾儿，你，苏大人，这个孽障就交给你处置了。还不退下！我们走。大人，再怎么说我也闯了您的府邸啊，这也是死罪啊！快，继续下令杀我，为了您的面子！苏大人单枪匹马在上书府门前，面对50名持刀家丁面不改色，仅用3言2语就击溃了凶手的心理防线，让礼部尚书当场认栽。如今全京成都称苏大人为苏青天，说他有通灵断案之能。哼，哪有什么鬼神，那是他洞察人心，且有一颗无畏公义之心。苏长哥，你究竟想向朕证明什么？证明这大钱还有救吗？赏，把西域进贡的软甲赐给他。拿去垫桌脚，我不要保命。这大理寺没法待了，这里的人心理素质太差。不行，我得换个思路。既然讲道理他们会怕我，那我就去惹那些不讲道理的人。天降灾厄于大钱，贫道今日便要亲自下油锅，为百姓洗去罪孽。双手毫发无损。哼，就这，放到前世，也就是初中化学题的水平。少爷，咱们回去吧。这国师真的有法力啊！那是滚油啊！法力个屁！如果我现在冲上去揭穿他，亵渎他们的神灵，这帮人肯定会把我撕碎。慢着！妖道休要骗人！打死这个亵渎神灵的狂徒！苏长哥，贫道乃是受天命。哼，天命！你这油锅是假的，敢不敢让我试试？难道这小子看出来了？不行，不能露怯。乡亲们，如果我下了油锅没事儿，就证明他是骗子；如果我但凡有一点异样，请大家不用客气，直接把这高台拆了，用乱石砸死我这个亵渎者！来啊，骗子，我都揭穿你，快拿你的桃木剑捅死我！靠，三昧真火，烧死你这个妖孽！等等，如果被国师当妖孽杀了，算不算完成任务？系统说要算声望值。少爷小心，快脱衣服！你被烧死了！隔绝氧气。临粉就临粉，还说什么三味真火？国师，你初中化学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？油锅伤不了他。鬼火也怕他。他说那是临粉，那明明是仙鼠。苏大人才是真神，道士是假的。他敢骗我们？对，苏大人是真神。苏大人才是真神。
那个道士是假的，他敢骗我们！打死这个妖道！退去！哎呀，你别过来！苏大人，救命啊！保护苏神仙，别让脏血溅到苏大人身上！别拦着我，让我过去，我也要到那边去。保护苏大人，将妖言惑众的国师拿下。这借古人实在是太热情了，这让我怎么收场啊？就这样，苏长歌在朱雀广场揭穿了国师，现在全城百姓都视他为神明。陛下刚刚下旨，封苏长歌为太子少傅。相爷，那我们杀他？杀！现在杀他就是杀民心，捧着他让他去折腾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带来多少惊喜。新任务解锁，教导太子。若太子学坏或因为你的教导导致国家动荡，你将被皇室处死。这个我擅长啊！今天第一课，我们不学四书五经。我们学火药的制作与应用。来，谁想把皇宫炸个窟窿？老师，我想。各位殿下，把手里的《论语》都扔了，那玩意儿能救大钱吗？不能。今天为师教你们真理，这叫艺术。老师，这黄粉、黑粉和白粉混合在一起，能吃吗？不，这东西能让你们见祖宗。只要这帮熊孩子在皇宫里玩火药，把房子点了，哼，本先生就算是教书，也能以教唆楚军玩火自焚的罪名被拖出去砍了。口诀记好了，一笑二谎三不叹，加点白糖大1万。老师，那我们现在就试试。是，必须是。地点就选在离御书房最近的御花园，炸得越响，为师走得越安详。殿下，记得把引线留长一点。老师，您离远点吧，这么近看起来很危险。怕什么？为师要近距离观察艺术的诞生。3、2、1，再来一下。为什么？这都死不了。守卫此地，封锁全场。大人，请手下留情。这真的太好玩了。这一切都是出自你手。是啊，这就是祸国扬民的妖术，快杀了我以正视听！快！不管是诛九族还是凌迟，臣都认了。别走程序了，直接动手吧！若是将此物用在两军阵前，蛮族的血肉之躯如何能挡？啊，这叫黑火药？不是，你们关注点不对啊！我炸了御花园啊！假山年久失修，早已无用。苏少傅饰演神器，乃是为了大钱江山，何罪之有？风苏长歌为神经营提督，全权负责制造此阵天雷，兵部、工部全力配合。苏大人，老夫果然没看错你，你不仅有治国之才，更有安邦之术。我只是想当个恐怖分子，怎么就成国防部长了？你口口声声求死，行事却处处为大钱续命，你究竟是上天派来的神将，还是单纯想引起朕的注意？为了陛下，今日听闻苏大人在神迹营大喊，为了陛下，我要造出最强的烟花。为了完成心愿，
我要制造出最壮观的焰火，带我离开。他倒是有心了，传令下去，过几日的中秋宫宴，让苏爱卿来安排。朕倒要看看他能给朕什么惊喜。看看这氛围，多丧，多晦气！陛下看到这灵堂一样的布置，不得当场赐我一杯毒酒？陛下驾到！苏长哥这是在诅咒大钱吗？好机会，参他一本。陛下，中秋佳节，苏长哥尽挂白灯，此乃大不敬。对，就是大不敬。陛下，我就是觉得大钱要完了。慢着。白灯如霜，映照月光。苏爱卿，这是以景入情，返璞归真啊！比起那些红红绿绿的俗气，这满园清辉倒真有几分广寒宫的清冷仙气。苏爱卿，这是在思念故乡。对，我想回故乡，我受够了。你们这群老头，天天只会无病呻吟。今日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绝望。庶子狂妄，你懂什么叫诗词？听好了，这首词就是写给老天爷的遗书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不应有恨，何时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回去吧，累了。但愿人长久，这是何等的胸怀！陛下快看，那是万家灯火，那是盛世之兆啊！传旨，将水调歌头刊印天下。苏长哥，赐大钱第一才子子匾额。哎，中秋过后，我竟然成了国民偶像，可我离死亡怎么越来越远了呢？检测到蛮族使团核心成员，危险等级 S。蛮族，杀人不眨眼的那种，太好了！喂，那边的野蛮人，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弱小，算什么本事？有种冲我来！你是在挑衅本公主的护卫，他们一拳就能把你打成肉泥。来，打！不打是孙子，往脸上打！有趣，巴图，废了他！哎，我只是想抱头蹲房啊，怎么就到了？出手全是杀招，好狠毒的小白脸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大钱苏长哥。想报仇？今晚来苏府杀我，我不关门。那个炸了御花园、写出水调歌头的男人，很好，你成功引起了本公主的注意。今晚我会去的。大前皇帝，我傅汉说了，要么割让燕云16州，要么赔款白银1000万两，否则30万铁骑踏平京师。不过，如果你们把这个人交给我，带回草原做我的奴隶，我可以考虑少要100万两。绝无可能！大钱寸土不让，苏青更是无价之宝。既然谈不拢，那就比试喝酒。第一局比试输了，他归我。既然要喝，就喝点猛的。这叫闷到卤，敢不敢？水一样的清酒能有什么劲？干了！这是毒药。检测到蛮族公主好感度飙升，想把你抢回去当压寨夫君。什么鬼？第一局算你们运气好，这第二局比算悬。
这是我族从西域得来的天书难题，名为鸡兔同笼之究极版。若能解出，便算我输。今有赤兔同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足。问赤兔各几何？就这小学2年级数学题，我不能答对，我要乱答。等等，如果我用一种他们看不懂的鬼话符符来解题，然后强行说这是正确答案，会不会被当成疯子拖出去砍了？鸡为叉，兔为 y， 叉加 y 等于35， 2叉加 4y 等于94，解得叉23 y 12，拿去，这就是答案。看不懂就是你没文化。这是何种文字？23乘2加12乘4，正好94。他对了，他竟然用这种从未见过的神符，瞬间解开了西域100年的难题。苏大人乃神人也，此乃天算，我输了。不是，那个叉是叉，是错误的意思啊。第3局，我们便以武力决胜。铁浮屠，上！这种压迫感，他一屁股就能作死我。苏爱卿，此局不可勉强，朕派与灵军统领替你。为了大钱的尊严，臣要亲自上。大块头，哼！来，打死我，不用留面子。你不用兵器。兵器？哼！我有这个。炸膛率50%，准头极差，后坐力能把人肩膀震碎。对着铁浮屠开枪，如果不炸膛，肯定打不穿重甲，激怒他，被杀。如果这股力量失控，许一切都会终结，真是一举两得。炸烫吧，宝贝，3倍的火药量，这次该死了吧？呀，好疼！骨折了吗？太好了！好可怕的暗器，好可怕的算计！故意被震飞，是为了躲避铁浮屠的冲撞。一枪看似打偏，实则是计算了跳弹的角度，精准攻击唯一的弱点。此人恐怖如斯。为什么不炸烫？公布的质量检测是谁做的？能不能严谨一点？我要投诉！杀你！不，我要带你走。大前皇帝配不上你，跟我回草原，我让你做摄政王，我们一起征服天下。去草原，死亡率高吗？草原环境恶劣，冬天会冻死人，还有狼群，部落之间天天砍杀。但没事。成交，今晚就走。你就这么答应了？别废话了，快绑架我！最好把动静搞大点，让女帝以为我叛国，然后全力来追逐我，然后派追兵射死我！救命啊！我被绑架了！不对，是大钱再见！老子不干啦！丞相有令，若苏长歌有叛国之举，杀无赦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，背后凉飕飕的。谁这么多事？坐稳了。陛下，苏长歌叛逃了，请下旨追杀。叛逃？你没看到他是被劫持的吗？臣听到他喊，老子不干了。那是他在麻痹敌人，他是在以身饲虎，他是想深入草原，从内部瓦解蛮族。陛下，您这滤镜是不是太厚了？在想什么？想家了？我在想，什么时候能遇到狼群？放心，有我在，狼群不敢靠近。谁？出来！是你，那个收了钱要杀我的杀手，你终于追上来了。有人加钱了，要你的人头。太好了，快，阿史那，你别动，让他砍。受死了！想动我的男人，先问问我的刀。停！能不能尊重一下当事人？我是当事人，
我有权决定我的结局。咱们商量一下，你能不能把我的头砍下来之后快递回京城？我想让那个魏无忌看看，让他高兴高兴。想用你的人头去唤醒魏香的良知，既然如此，我下不了手了。你有病吧？你是杀手啊！系统，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？宿主穿越前喝了太多科技狠活奶茶，身体抗毒性加10，且刚才你先吃了解毒的甘草，发生综合反应。不行，我要更猛的！别吃，那是剑手青的祖宗鬼见愁，要不要阻止他？不，苏大人行事高深莫测，或许是在修炼内力。哇，好多小人，他们在修高铁。公主，快看，那是划破长空的金色神龙！快，我要追随他而去！口中念念有词，这定是与天地沟通的咒语。大钱和草原的交界处常有此意，无药可救，我们绕路吧。乡亲们，我来了，让我吸一口你们的空气！苏大人，那是瘟疫。我知道，我不入地狱。谁入地狱？大爷，您咳得厉害，来对着我嘴咳。宿主在现代接种过牛痘疫苗，体内拥有终身抗体，免疫成功。我小时候打的那一针是天花疫苗，那不是预防水痘的吗？既然我死不了，那我就给这些村民随便编一个药方，当他们发现无用，肯定想杀死我这个庸医。你们想活吗？好，把那头病牛的脓水刮下来，涂在你们伤口上，嘿嘿，以毒攻毒还不死。苏大人，您是活菩萨呀！那神牛之术竟然真的驱散了瘟神，谢苏神医救命之恩。为什么？那分明是不洁之物。宿主给他们种的是牛痘，能产生针对天花的抗体。你救了他们，也是为了大钱的边防吧？这里是边境重镇，若全是死人，我族大军便可长驱直入。对，我就是为了阻碍你们。既然我坏了你们的好事，还不快点处置我？不，我现在更觉得你有趣了。苏长阁大人以身试毒，发明神术，扑灭了天花瘟疫。我就知道他去边境不是逃跑，是为了去救灾。他早就预料到了这场灾异。此子当真非凡。传我旨意，我要亲自迎接，我要加封他。加封不行，必须消失。既然之前失手了，那就让暗影精锐倾巢出动吧。诸位，打听一下，这里有没有谁是拿赏金办事的？我也出一份赏金，谁能在此终结我的旅程，双倍价钱现结。检测到魏无忌麾下顶级杀手团血滴子12人，12个，终于来了，正规军。精锐12位，麻烦了。杀气很重。来来来，都别藏着掖着了。香爷托我给您带句话，下辈子别太聪明。废话真多，动手！保护苏老，挡在苏长歌身前。别保护我！你们让开，往这儿打！那个轮子飞过来啊！成全你。谁呀？这么不讲公德，乱扔垃圾！刚才那刀离我的大动脉就差0.01公分啊！苏庆，朕来晚了。陛下，您不在宫里好好待着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添乱吗？快回去！这里很危险，会死人的。这种时候，他第一反应还是担心朕的安危。既然皇帝来了，那就一起杀！江爷说了，今日龙门客斩，鸡犬不留。陛下快跑，微臣来挡住他们。我这扑过去的速度，加上血滴子飞来的速度，撞击力足以致死了。傻瓜，朕怎么舍得让你挡刀？这内力是大宗师。
我的头呢？还在。陛下，您会武功？先帝御驾亲征，朕自幼习武，只是为了麻痹魏无忌，从未显露。今日为了你，朕不装了。兄弟，坚持住，捅我一刀再死啊！我看好你。回去告诉魏无忌，苏长哥是朕的逆鳞，动他者死。别啊，动我啊！欢迎来动。大前女帝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底牌尽出，苏老，看来你的处境比我想象的要危险。跟朕回宫。我不，我要去草原，我要去流浪。你说要为镇守国门，如今瘟疫已除，你还想去哪儿？难道你真的喜欢那个蛮族女人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。检测到宿主被强制带离高危区域，任务草原送死流失败，开启新篇章，权倾朝野。陛下，苏大人没救了。他是为护苏青而上，厚葬吧，追封神策将军。苏大人没事就好，这单不亏。别说没救了，失血过多。如果我现在把我的血输给他，古代没有血型检测，极大概率会发生溶血反应，把他弄死。就算他运气好没死，把我的血抽干，我会因为失血性休克而死，这是正当的医疗事故，系统肯定判我合格。抽我的血，给他灌进去。苏大人，您疯了！血乃人身精气之源，受之父母，岂能随意注入他人体内？这不仅是邪术，更是自寻死路啊！不许胡闹！为了一个杀手，你要伤损自己的身体不值得。别废话，拿芦苇管来，拿烈酒来，今天我就要逆天改命！来扎我，扎准点，动脉在哪里知道吗？扎进去了。感觉到了吗？生命的流逝，头有点晕了，是不是要休克了？快，死神，带我走！他在用自己的命换别人的命，这就是中原人的舍生取义吗？你这个傻子，你为何总是这般不爱惜自己？你若死了，朕要这江山何用？这简直是神奇！还没死吗？还是流得太慢了。御医，你有没有那种抽水泵？大人，够了，再抽您就真没命了。无名壮士的脉搏已经有力了。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高危医疗行为，宿主为 O 型 Rh 阴性血，熊猫血中的万能血，且因系统强化的身体素质，造血功能是常人的10倍。结论：宿主目前仅处于轻微贫血状态。什么？造血10倍？我是个造血机器，那我岂不是白抽了？不可，无名烂命一条，怎配用大人的贵血？别动，给我吸！我命令你把我的血吸干。够了，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就活了他，朕准了。但你若再伤自己一分，朕就诛他9族。陛下，我头晕，我恶心，我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没事儿，御医说了，只是气血略亏，回去多吃点猪肝就好。我不吃，我不吃这东西。苏郎，在我们草原，只有兄弟之间才会歃血为盟，你却将血给了下人。我决定了，我不抓你当压寨夫君了。真的？你要杀我了？我要嫁给你，做大钱的官夫人，哪怕是做妾。蛮族公主大钱律法，一夫一妻多妾。但苏青的身子骨，怕是消受不起你这般野性的女子。此时消受不起，是因为她为你流了血。等她好了，我们可以比试比试。2位女侠，能不能别聊了？我头疼。完了，修罗场，这比杀手还可怕。魏无忌，救我啊！我想回朝堂受虐。12地杀全军覆没。全军覆没？女帝的神策营有这么强？女帝亲自动的手。而且，苏长哥在无名垂死之际，施展了换血逆天之术，将自己的血注入无名体内，把无名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现在坊间都传，喝一口能长生不老。换血、妖术还是神术？此子不仅制剂禁药，还懂这种起死回生的手段。若让他活着，大钱的天真要变了。
既然他要回朝，那老夫就在这朝堂之上大势压死他。传令御史台，罪名就定：私通蛮族，妖言惑众，以邪术蛊惑圣心。阿史那公主此番入京，你便是大钱的质子。宫中规矩森严，公主最好收敛一下野性，免得苏青难做。在草原上，强者的刀就是规矩。苏郎赢了我，他就是我的规矩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苏青是朕的臣子，他的身心皆归大钱所有。那个，能不能打断一下？闭嘴！这种气氛太压抑了，我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哎呀，那是什么？悬崖！好机会！有刺客！再见啦，尴尬的修罗场！我要自由了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。老大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不对，是个当官的。真的有山贼！太好了，各位好汉，我是朝廷命官，杀了我，朝廷赏1万两。快，别犹豫！老大，他难道就是那个在边境吃毒蘑菇不死，手撕老虎，还能把瘟疫治好的那个火焰王？听说他身上全是毒，连血都是毒，碰一下就会烂手烂脚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很脆弱的。来，砍我一刀试试，求你了，救一下！别过来，你别过来呀！敌人来了，快跑啊！战场必死啊！苏庆真是嫉恶如仇，连赶路都不忘交费，一人追着几10人砍，这才是草原雄鹰的气魄。声望值满了，现在就算我当街裸奔，估计他们也会说是行为艺术。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接下来这名为权力的泥潭，看你怎么挣扎。苏爱卿此番边境之行，不但解了天花之危，更扬我国威。真欲封苏青为安国侯10亿万户，可有异议？陛下，苏大人功劳虽大，毕竟他还年轻，资历尚浅，恐难以服众，不如多赐金银以示皇恩。对，魏相说的对，我不能封侯。陛下，臣不要爵位，那些虚名有什么用？臣要钱，要权，要豪宅。哦，苏青想要什么？第一，臣要住进前朝，大贪官员送的旧宅，听说那里极尽奢华，臣向往已久。第二，臣看大理寺审案太慢，臣请求成立一个新的衙门，名为锦衣卫。此衙门只听陛下一人号令，可不经3法司，直接抓人审讯。第三，臣最近手头紧，请陛下赐臣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老子野心，不贪官豪宅，真是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此子本性暴露了。好小子，这下不用我动手，满朝文武都会把你视为眼中钉。臣以为苏大人虽然要求独特，但也是为了替陛下分忧。既然他想抓坏人，不如就依了他。他肯定是因为知道朕被魏无忌架空，才想做朕手中的刀。替朕的罪满朝文武，这是何等的忠心！转奏，成立锦衣卫，入场割任提督。此尚方宝剑，京城所有官员皆在监察之列。这下我就是全民公敌了，谁敢惹我？魏相，你小心点，我第一个查你。苏大人尽管来查。无名，咱们现在是奸臣了。哼，奸臣就要有奸臣的样子。大人请吩咐。去给京城所有3品以上的大员发帖子，让他们今晚来留园赴宴，每人必须带一份厚礼，少于1000两银子的。哼，大人，你这是公开索贿？对，就是索贿。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，我苏长歌贪得无厌。这样御史台明天就弹劾我，然后女帝为了平息众怒，只能把我砍了，真是完美的计划。少爷，那如果他们不来呢？不来，那我就带着你们去抄家。都来了，规矩都懂吧？谁带来的箱子最重，谁就是我苏长歌的好兄弟。空手来的，哼哼，锦衣卫的茶好喝得很。苏大人，这是下官的一点心意，足金金条，重50斤。哦，够沉，你是个好官。
苏大人，下官两袖清风，但这箱东西绝对重于泰山。我操，比金子还重！这是什么？里面的东西，大人回去看了便知。只求大人莫要辜负了下官的信任。放心，我这个人最贪了，无名全搬到我卧室去。明天人赃并获，我看女帝怎么保我。大人这是在向权贵劫富，向清流筹款，为了即将到来的北伐做准备啊！无名，别睡了，起来数钱。我要把这些钱都铺在床上。哇，金条！哇，玉白菜！来，让我看看这个最重的是什么宝贝。少爷，不好了！御林军和刑部的人包围了刘元。苏长歌，有人举报你昨夜大肆索贿，赃款就在府内，你可认罪？我认，我都认，这些都是我收的。这一箱箱的全是民脂民膏啊！我简直罪大恶极！快砍了我！好，既然你供认不讳，来人查封赃物，将苏长歌拿下。陛下，您都听到了，苏长歌亲口承认，此乃国之蛀虫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苏青真的贪财？不，他在边境连命都不要，怎么会贪夺黄白之物？陛下，这里有个最重的箱子，定是巨宝，快开！兵部尚书克扣军饷，吏部卖官，这是苏青，这就是你说的赃款。原来你不仅在巷镇展示贪官的名单，更是以身犯险，诱使他们交出投名状。魏相，这箱子里的宝贝，你要不要拿回去细细品读？陛下，那真的是他们送错了。我原本是想要金子的，旁边那几箱真的是金子啊！苏青，你为了朝廷，不惜背负贪名，朕十分欣慰。无名你大爷呀！恭喜宿主扳倒兵部尚书、刑部侍郎等贪官18人，充公赃款300万两，获得成就大前影帝、反贪先锋。我是真的想贪污啊！老天爷，你怎么就不成全我一次呢？魏相，救救我们啊！苏长哥太阴了，他说只要送重礼就罩着我们，结果他把我们全卖了。闭嘴！老夫都差点折在他手里。好一个苏长哥，看来朝堂上的手段已经对付不了你了。既然文斗不行，武斗也不行。那就借刀杀人，借那把真正能灭国的刀。陛下，我能辞职吗？我想去种地。不准！锦衣卫刚立大功，如今百官闻风丧胆。你正是大前的定海神针。800里加急！南方海域，伪寇集结500艘战船，进犯沿海3省。伪寇，区区弹丸小国，竟也敢侵犯我国边境！伪寇？那个是不是装备精良、杀人如麻，而且完全不讲道理的伪寇？是的，而且他们也有火枪，极其凶残。陛下，臣请战！臣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伪寇，这一次我要亲自去前线，谁也别拦我！这火枪，这回总能被打死吧？不行的话，
跳海也能淹死。维寇，我也去，我也想看看是他们的火枪快，还是我的弯刀快。朕给你尚方宝剑，统领水师。苏青活着回来。苏大人，魏寇船坚炮利，且行踪飘忽，咱们押运的粮船若在海上遇上他们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那是沉如铁号，因为用料太实沉，吃水太深，跑得慢，还漏水，正准备拆了当柴烧。跑得慢，漏水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工匠呢？给我改装！给我往船身上钉铁板，越厚越好，把船头封死，只留一个撞角。大人，全钉铁板，船会沉的。我就是要它沉啊！哼，开到海中央直接沉底，我就算殉职了。少废话，我是总指挥。钉还要灌钱，怎么重怎么来。船体过重，浮力储备不足20%。听听，不足20%，这就是通往天国的倒计时。游戏，大钱的水师没人了吗？派一块废铁来送死。传令，火枪队射击！来吧，热武器的洗礼！奸商！说好的豆腐渣工程呢？这铁板怎么这么硬？苏朗心算，他早已算准围寇的火枪穿透力不足，这铁甲便是绝对防御。既然打不穿，那就撞！宿主英灵，质量越大，动量变化量越大，这个冲击力无敌了。完了，又要立功了。
你，他不减速，他避开。天才，这是天才的设计。撒起速度，追求极致的防御和冲撞力。主播，我有机会被砍死了！别放箭，让他们上来！跳！我。你们是来搞笑的吗？站稳了砍我！你就站在这儿不动！可恶！这也是你的策略吗？嗨，别再来烦我了！戚将军，倭寇残部逃往了北孤岛，我要乘胜追击。大人，不可！王天下，今夜必有飓风，出海必死无疑。要的就是出其不意。寇肯定也以为我们不敢追，这时候去才能全歼敌军。我陪你去，生同亲，死同血。别，这次太危险了，我自己去。为什么不翻？为什么还不整？稳定传身，特异甲的配种吗？神了！对面增会船，风暴都摧毁不了它。既然风浪弄不死我，那就雷电吧！雷公助我，劈死我吧！再见，世界。他能以雷御电，是雷神显圣。大人莫非已修成金刚不坏之体？他能操控雷电，他是雷神。只是做了个电疗。苏青，你
陛下，臣累了，今晚就在这儿睡了。陛下也别批奏折了，来陪臣喝酒。苏青，这是后宫，你这是……怎么？陛下不喜欢？臣现在可是大英雄，陛下难道不想以身相许？快骂我流氓，叫侍卫把我拖出去砍了，这叫淫乱后宫。他是为了朕才故意如此吗？他知道功高震主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把把柄递给朕。还是说，他真的对朕……既然苏庆有此雅心，朕准了。你们都退下，今夜谁也不许进来。剧本不是这样的，陛下你冷静点，我只是想……荒唐！荒唐啊！苏长哥竟然留宿龙床！陛下，苏长哥挥乱宫位，其罪当诛。主什么主？陛下喜欢我，我也喜欢陛下，我们两情相悦，轮得到你们这些妖怪反对？哎呀，是不是嫉妒我长得帅？不可理喻，这简直是乱了纲常。老臣今日便是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要在此进言。别激动，用这个朝这只，把我骂死，你们就清静了。苏青未婚，真未嫁。朕已决定立苏长歌为皇夫。待朕100年之后，江山与他共享。陛下，您这是白送江山？苏大人，敌军势大，我们要死守待援吗？守什么守？大家都是大前人，打打杀杀多不好。打开城门。什么？我说开门，还要把吊桥放下，把街道打扫干净。快开门让他们进来！只要魏无忌冲进来，第一件事肯定是拿我祭旗。停！相爷，城门打开，那是苏长歌，杀进去吧！哼，苏长歌诡计多端，那是空城计。你看他神色自若，甚至还有点期待。城内必有埋伏，神机营的火器肯定对准了门口。老魏，进来啊！别客气，我没埋伏，真的！往这射！快！听听，他在诱敌深入，他越是想让我进，我越不能进。小心个屁呀！我连捕鼠夹都没放。传令，先锋队试探性进攻，盾牌守掩护，小心地雷。终于来了，哥几个砍我！哇！把库房里所有这些准备庆典用的东西都搬出来。
苏大人，这是以身为饵，我们不能辜负大人的信任。点火！进去了，是妖火！谁弄出的这些？我要针对的是我自己，不是他们。果然有埋伏，苏长哥，你竟以会发光的毒火来害我，好狠毒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老夫无情。投石车，给我砸！来，我是苏长歌，杀我领赏。让开！当我者死！操！我说了，冲我来！你们没听见吗？你们是来造反的，还是来当畜生的？哼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屠城3日，以壮军威。兄弟们，抢！无名，带他走。大人，您呢？我本来想死，但现在我改主意了。至少在送你们下地狱之前，我不能死。系统，如果我为了救人被杀，算不算任务完成？算，但宿主肾上腺素飙升，当前战斗力加成200%。那就杀个痛快！你赢了，老夫输就输在太想赢，而你根本不在乎输赢。告诉我，那个空城计，如果我当时直接冲进去，会怎样？唉，没什么空城计。你如果冲进来，我早就死了，你也早就赢了。是你的疑心病害了你。也是你的残暴害了你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老夫一生算计，竟败给了坦诚2字。老夫终于可以休息了。你这样也好，老夫放心了。这就是权谋。这就是战争，几万人的命，就为了换这把椅子，真无聊。苏青，你怎么样？陛下，别碰我，很脏。我累了，我想回家。我记得新手大礼包里有个从来没用的东西，找到了。宿主是否确认兑换？高产土豆种子改良版。确认兑换。本来想留着当最后的口粮，现在有了别的用途。宿主，你可以选择无视饥荒，
饥民暴动是杀死你的好机会。但那样死太丑陋了，我不喜欢。哪怕是求死，也要死得体面点。等他们吃饱了，有力气了，再来杀我，那才叫公平对决。大人，这名为土豆之物真的能吃？看着像泥疙瘩。当然可以吃，而且亩产高，大家一起挖，饥荒可解。开挖。亩产3000斤，神迹！这是神迹呀！别抢，都有。苏青，这就是你说的祥瑞？什么祥瑞？这是科学，含淀粉高，耐旱。陛下，这下没人会饿死了。菩萨，苏生人！完了，这下更死不掉，圣人光环加身，谁敢杀我？连上厕所估计都有人抢着地址。陛下，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听说这里有36国，民风彪悍，还有传说中的死亡之海和魔鬼城。我要去出使西域。苏青，大钱初定，你为何又要远行？陛下，土豆虽然解决了温饱，但要富强得通商。我要去重开丝绸之路。听说西域诸国对大钱虎视眈眈，我要去用我的3寸不烂之舌征服他们。朕知道，这京城的繁华留不住你，你心中装的是天下。准了，但必须带上神机营精锐，还有阿史那，他是草原人，熟悉西域。唉。听说西域有个精绝女王，最喜欢把男人做成干尸，你怕不怕？干尸能千年不腐吗？太好了，这才是永恒的艺术！快出发！当前环境：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，地表温度60摄氏度，生存几率极低。极低，那就是还有活路。不行，我得把难度调到地狱级。不能再走了，我们必须回头找绿洲。我感觉那边有一种召唤，那是死神的召唤，绝不回头。不走了，太热了。唉，我要把自己藏到沙子里避暑。大人这是为了减少身体水分蒸发，效仿沙漠蜥蜴潜入地下避暑。
甚至不惜耗费体力为大家探路。这是什么？随便挖个坑都能挖到这玩意儿！恭喜宿主发现大储量油田，声望直加5000。大人，这难道是《山海经》记载的猛火有西域苦寒？若有此物，大前北疆的冬天将不再冻死人，而且此物可用于守城火攻。大人随意一挖，便为大前找到了万世不竭的能源。这也太背了吧！所有人听令，把这里的物资全部收走，那些容器里的黑色液体也一并带走。大哥，终于等到你了！这是定金。啥？绑架我！撕票！现在立刻把我的头砍下来，挂在你的马脖子上！有诈！这不是诈！既然你想要这些财物，就拿出你的胆量来！你的手在抖什么？快做出你的选择！谁敢动他？草原公主，冒犯了。既然你们不敢杀我，那我们谈个生意。我要提出一个极其苛刻的条件，激怒他，让他们不得不杀我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许抢劫了，给我当保安，保护这片油田和过往商队。没有工资，只有股份。赚了钱分你们30%，如果赔了，你们白干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有想砍死我的冲动？30%。老大，抢劫鸡一顿包一顿。这油若是卖到中原，30%那是金山银山啊！苏老板，苏老板，以后沙秃旧帮，誓死为你效力，誓死为你效力。你们有点强盗的尊严行不行？撕票啊！只要我不控制温度，让压力过大，这简易分流塔一定会爆炸。当时轰的一声，我站在最前面，绝对尸骨无存。这叫工业施工，系统没法判我违规。嘿嘿嘿，谁敢截获我跟谁急！往上添煤，全都给我往上添！苏老板，那铁罐子都在兜了，还会发出怪叫，真的不会炸吗？
炸了好啊，炸了就是艺术。无名，你带着人最后500米，我要独自欣赏这儿。这是何物？长生天哪！这黑水变成了神水，这火光比最好的蜡烛还要凉10倍。没油？怎么就提炼出没油了？我是要炸毁这破塔的！老天，你到底想让我干嘛？刚才那个泄压阀是谁装的？大人，是小的，小的看压力太大，怕坏了您的宝贝，特意加了个安全阀。你这个月奖金没了！把这些又黑又臭的渣子给我铺在地上。我要让这片沙漠变得寸草不生，臭气熏天。搞破坏环境，这下总该有环保主义者或者愤怒的牧民来砍我了吧？苏郎，这是什么法术？这路面马蹄不陷，车轮不滞，比京城的青石板路还要平稳。而且黑色的路面在白天吸热，晚上还能融雪。奇迹！这是沙漠中的奇迹之路啊！以前这段流沙我们要走3天，还会死人，现在半个时辰就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它这么结实？我就想弄个豆腐渣工程，让人甩断腿，然后来讹我。我只是想搞破坏啊！听好了，这里叫不夜城，在这里不需要通关文牒，不需要交税，只要你有胆子、有梦想，就能在这片沙海里闯出一条路。我甚至连城墙都不修。没城墙，马贼想抢就抢；没税收，财政几天就崩盘。快让这里的秩序崩溃，顺便把我的一切都彻底终结。这位苏大人好大的气魄，不修城墙，说明他对武力有绝对的自信。不收税是为了吸引全天下的财富汇聚于此，高以商养战。听说他手下的保安团装备了某种喷火的管子，谁敢造次？因为苏长歌的免税政策，整个丝绸之路的商人都疯了，全部涌向这里。因为没有城墙，城市疯狂向外扩张；因为有充足的煤油照明，这里成了沙漠中唯一通宵营业的市场。远处看去，宛如海市蜃楼。少爷，虽然咱们不收人头税，但是光靠卖煤油收摊位费，咱们这个月的收入比大钱国库半年的收入还多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是在做慈善啊！对了，少爷，因为您这里太有钱了，周围的楼兰、贵兹等国都表示想归顺，求您给他们也修那条黑路。我不要和平，我要混乱！
我要那些想挑战我的人全都站出来！终于，刺客来了！大哥，别客气，往这儿砍！属下乃是暗影门金牌杀手。对对对，就是你！多少钱？谁派你来的？我出双倍。不，我站着不动，让你杀。不，属下见苏大人将这不毛之地变成人间天堂，心生敬仰。属下决定率领全门杀手，免费为苏大人做安保，誓死保卫苏大人安全。滚！这该死的盛世，怎么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呢？既然搞建设死不了，那就搞点真正危险的。这里太厚了，给我削薄一半。大人，这锅炉壁若是削薄，一旦烧起煤油，气压冲天，必会炸开呀！您再三思，方圆百里都会被夷为平地呀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我们要追求极致的轻量化，这叫结构优化。哈哈哈哈！还有这个安全阀，谁装的？给我焊死！大人，安全阀是用来泄压的，焊死就真的没有退路了。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退路，狭路相逢，勇者胜。不把自己逼到绝境，怎么能见证真理？这名字多吉利，这台车就是来送我走的。大人是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是要送别旧时代开启新纪元呐！送终就至，何等的气魄！都听到了吗？大人要一命搏天。为了保护大人，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加固。是。把底盘换成实心钢，轮子加3倍轴承。快！阿什纳，你下去。这次真的很危险。这玩意儿就是个大炸弹，我打算把压力角烧爆。若是炸死，那便一起变成天上的星星。草原的儿女，不怕火，不怕死。行吧，买1送1。火明，烟火，加煤油，把火力开到最大。大人一路走好。爆表了！爆表了！快炸！再加把劲儿！苏狼，太快了，周围的景色都看不清了。这边
便是追风的感觉吗？为什么还不炸？这压力早就超过临界值了。原来墨家巨子为了防止炸烫，偷偷在锅炉内不用最昂贵的玄铁做了一层内胆。族长哥消磨的只是外壳，巨大的压力无处宣泄，全部转化为了动力。没有刹车，前面是沙丘，撞上去粉身碎骨。又没死，这都不死，这沙子为什么这么软？陛下，苏大人在西域造出了钢铁神驹，日行千里，力大无穷，一次可拉10万斤货。送终，他是想说要为大钱的贫弱送终吗？传旨，赵苏长歌回京，朕要他在京城也修一条这样的路。朕要让这钢铁神驹跑遍大钱的每一寸土地。苏晴，你在外面玩够了，该回家了。朕想你了。工部尚书，看好了，这条铁路不仅要修，还要修得惊天动地。下官明白，大人是要避开民居和良田。避个屁！给我画直线，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懂不懂？看，这一段直接穿过城东的王爷巷，把那几个亲王的后花园给我推了。这一段横穿城南的宰相陵园，把他们的祖坟给我刨了。还有这里，直接从皇家园林万寿山底下打个洞，钻过去。那大人，万万不可呀！城东是皇旗国旗，城南是风水龙脉，万寿山更是皇家禁地。这是挖大钱的祖坟，断大钱的龙脉啊！你会被千刀万剐的！真的吗？真的会被千刀万剐吗？太好了！就这么定了，谁敢阻拦，让他来找我。我上方宝剑在手，先斩后奏。包祖坟，断龙脉，拆豪宅，这仇恨值绝对拉满。明天我就能看到愤怒的权贵们冲进家里把我撕碎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苏长歌疯了，他要拆老臣的祖宅，那是太祖御赐的，这是对祖宗的大不敬。陛下，万寿山乃是龙气汇聚之地，在他头上动土，还要钻洞。哼，这是要震断大钱的国运呐！请陛下立刻处死此僚。请陛下杀苏长歌，以平天怒人怨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们骂的越狠，
苏青这是在破除迷信。他知道大钱的权贵奸并土地严重，名为修路，实为打击豪强，收回土地，甚至不惜背负断龙脉的骂名，也要为大钱打通交通命脉。哼，够了！大钱的龙脉不是几座山、几座坟，而是万民。苏庆说的对，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。准奏，拆！谁敢阻拦，誓为抗旨。苏青，朕把御林军借给你。给我！我！苏大人，我家老爷说了，你要是敢动这块风水宝地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哼！好啊，让他死，或者让他来杀我。恨我吧，来报复我吧！今晚我就睡在工地上，我不设防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人。是那帮权贵的私兵吗？终于来报仇了。不是，是来送礼的。苏大人真乃神人也。你祖宅被我拆了，你不恨我？谢还来不及呢，大人您看，自从火车站建在旁边，这周围的地价翻了10倍呀！10倍！苏大人，听说这叫地铁房还是学区房？现在的商家为了在火车站旁边租个铺子，抢破了头。老夫剩下的那半个后花园，现在价值连城。苏大人，您看能不能把铁路稍微拐个弯，也穿过我家祖坟？我也想拆迁。哎呦，你们不讲究风水了吗？这白花花的银子就是最好的风水。苏大人是财神爷转世。恭喜宿主成功推行土地财政雏形，京城 GDP 暴涨300百分比。苏秦，你不仅打通了交通，还用这神来之笔，让权贵们心甘情愿地献出了土地，充盈了国库。这等经济手腕，管仲在世也不过如此。我把你们祖坟保了，你们还要给我立生子？这大钱的人是不是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？既然陆地上搞事情死不了，那我只能上天了。那个热气球，不，那个起飞机图纸，你看懂了吗？我要造出真正的双翼，我要征服那座最高的山峰，飞向云端。呀！听好了，蒙皮要用最薄的丝绸，骨架要用最脆的竹子，连接处不要用铁钉，用胶水粘一下就行。只要到了高空，风一吹，这玩意儿就会空中解体。到时候我像秤砣一样掉下来，就算大罗金钱也救不了我。大人，您这是在追求极致的轻量化呀！大道至简，
不使用铁钉是为了减轻重量，利用柔性连接化解锋利。这里看似脆弱，其实能卸去震荡。哈哈，这是仿生学，是模仿鸟类骨骼的精髓。我们并非只是再造一件器物，而是在与天地同谋。只要按照这个骨架去做，天空再不是传说。大人要去万寿山顶试飞，那里风大，但如果要测极限，只能在那里。我们得暗中协助，否则记忆撑不住。今夜就换上新的龙骨，不要让他知道。明白。你把主梁的榫头再检查一遍，别有一点松动。明白，一根竹纹都不会放过。我们虽然不能违背大人的设计，不准用铁钉，但是可以用墨家秘传的千机佐佐孙卯结构，它一样能撑得住风，比铁钉还牢固。还有那丝绸，我们偷偷刷了3层桐油，防水、防火、防撕裂。苏倩，此乃万丈深渊。你说的那个空气动力学，真的能让人像鸟一样飞翔吗？若有闪失，朕不许你跳。陛下，科学的尽头是玄学。臣今日便是要去验证这天道的极限。陛下别拦我，这风速正好，只要我跃入其中，成败就在这3秒之间。对了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准备了这个。苏大人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是我提炼的绝境之物，万一无法御风，我就吞了它，确保终局。风起，待我直上云霄。怎么还没落地？怎么感觉屁股下面有人拖着？我操！飞起来了！这不科学！这记忆不是用胶水粘的吗？太高了，我有恐高症啊！对了，毒药，我要服毒自尽。玉王王爷，连毒药都欺负我！快看，那是仙鹤，上面有人，是苏晴天，苏大人与花灯仙了。下雨了，伏龙王显灵了，苏大人上天为我们求雨去了。不仅能飞天，还能号令风雨。苏晴，你难道真的是上天派来拯救大乾的神明吗？那里有一片茂密的树丛，必须撞向那些树冠。谁来帮帮我？竟然被困在这树之间，动弹不得。这种落地方式实在是太狼狈了。苏晴，今日你飞天求雨，解救了百姓的燃眉之急，朕已下旨，封你为镇国公。陛下，我说，我只是在尝试一次大胆的飞行实验，结果出了点意外，挂在树上了，你信吗？苏晴总是这般谦虚，不想居功。不过，苏青提到的电话音之术，朕已让神机营记录，此乃抗旱神器。
苏晴，你脑子里到底还装着多少惊世骇俗的学问？只有小学自然科学和初中物理化学。陛下，臣要告金融，臣要发行纸币，臣要让大钱通货膨胀，经济崩盘。大人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这些宝钞真的不预留黄金储备吗？这可是1000万两的面额啊！国库里只有100万两银子。唉，若是百姓拿着纸币来兑换，咱们拿什么给？哼，谁让你给他们兑换了？告诉百姓，这纸币就是钱，它是靠金洋支撑的。没有保证金，滥发纸币，这就是庞氏骗局。只要我把这些纸撒出去，物价就会飞涨，百姓手中的钱就会变成废纸。我作为始作俑者，肯定会被愤怒的群众挂路灯。无名，带上几箱子新钱去市场上消费，买什么都行。记住，要议价买。一个包子给我给1两银子的纸币，我要把物价炒起来。看着混乱的场面，百姓一定是在恐慌性抢购物资。哎呦，苏大人，您发行的这宝钞太好用啦！以前出门买获得备2斤铜钱，沉得要死，还容易丢。现在揣几张纸就行。不是，大娘，你不怕它贬值吗？你不怕明天它就买不到包子了吗？贬值？哼！这上面盖着皇上的玉玺，还有苏大人您的头像呢。您的信誉比金子还真。我的信誉，我是奸臣啊！是奸臣啊！我要换钱，我要换大钱的宝钞，我有1船黄金，全部换成纸币。你疯了？黄金换纸？你脑子被门挤了！你们的纸币太棒了，在丝绸之路上什么都能买到，石油、丝绸、瓷器，甚至那个神车票。它是硬通货，它是世界货币，带着黄金太重了，带着宝钞，我在哪儿都是富翁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铸币税、美元霸权。我本来想制造通货膨胀，结果因为超发的货币全给外国人消化了。陛下发财了，真的发财了！苏大人这招空手套白狼，太绝了！我们只用几张纸，就换来了西方诸国几百年的黄金积累。现在全世界的商人都认我们的宝钞，他们把黄金都存到了大钱，把纸带走了。苏晴，朕原以为你只是懂格物，没想到你对破直之道也有如此深不可测的见解。不费一兵一卒，便收割了天下财富。苏庆，这便是你说的金融战争吗？陛下，如果我说我只是想让大钱破产，苏青真会开玩笑。你为了大钱，甚至不惜背负滥发纸币的风险。朕懂，朕都懂，朕要封你为财神。别封了，爵位太高了，我也想低调。无名，你说我怎么就死不掉呢？因为大人是天命所归。屁的天命！经济搞不垮，科技搞不崩，民心还越来越高。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。
我要发动战争，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剿匪，我要去挑衅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霸主。听说极西之地有个什么神圣帝国，正在搞十字军东征。是有听闻，他们火气犀利，号称100万大军。就惹他！我要写一封国书，极尽侮辱之能事，骂他们的皇帝是猪，骂他们的教皇是神棍，逼他们倾国之兵来打我！我就不信，面对100万现代火器部队，我这个只会造拖拉机的奸臣还能活下来。要石油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，有本事就来拿！我在玉门关等他，不来是孙子。野蛮人，你会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！帝国的铁蹄将踏平东方。真的吗？一定要来踏平啊！千万别迟到，记得带上你们最猛的大炮。这个东方官员是不是有病？他怎么看起来比我还期待战争？听好了，这个东西叫远征舰，代号59改。第一，要厚，外部防护必须用最沉的精炼金属，厚度至少5寸。5寸铁料，那这构造的有几万斤重，什么动力能推得动？这根本走不动啊！只要他动不了，我在战场上就是个固定的活靶子。几千门大炮对着我吼，我不信我不死。第二，导管要宽，开口给我做到最大，而且壁不要薄。大人，壁不过薄，容易发生结构崩溃啊。炸不炸的看天意。这是在考验我们的技术极限吗？这几关且重新主齿轮，还要加固关节，在春夜之前做出来吗？用最厚的甲，最薄的炮，还要动起来，这是在逼我们突破物理法则啊！大人的要求太苛刻了，5寸生铁确实走不动，除非不用生铁，用大人之前炼油时意外发现配方的特种钨钢，硬度是生铁的10倍，重量却只有1半。对，全车身用钨钢打造。虽然造价能买下一座城，但为了苏大人的安全，值了。那动力呢？大人给的那个单缸蒸汽机根本带不动。把压箱底的技术拿出来，把4台宋中号中的高压蒸汽机串联起来，搞个 V4 涡轮增压蒸汽组，动力提升10倍。那炮管呢？大人要薄，薄是不可能的，炸了会伤到大人。我们用双层冷却管技术，外表看着薄，里面是实心的汤线管，保证打得准，打得狠，为了大钱，为了苏大人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感觉这铁板声音不对？清脆，
是不是偷工减料了？肯定是偷工减料了。哈哈哈哈！好样的，工部，这一炮绝对穿。苏青，陛下，您回去吧。前方风险莫测，这次的局面不同寻常。朕不回。朕说过，江山与你共享，死一同选。傻女人，我是去送死，你跟着干嘛？出发！我操，这么快！刹车呢？上帝呀，东方人疯了吗？他们派出了一个冒烟的铁盒子，哈哈哈，好多装置，好多精密设备，这就是这种宏大规模的压迫感吗？无名，听我指挥，别管什么阵型，别管什么掩护。大人，那是自杀呀！对，就是自杀冲锋！我要让他们的炮弹给我洗澡！坐稳了！愚蠢！一辆车也敢冲阵！传令炮兵集火那个铁盒子，把它轰成渣！没穿，那些实心炮弹打在特种无钢装甲上，竟然只是砸出了一个个浅坑。你们没吃饭吗？用穿甲弹啊！哦，对，你们没有，那就离近点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的枪也是劣质产品？还有这悬挂系统，墨家巨子，你给我出来！大人，敌军的中军大帐就在前方。糟了，那是他们的统领和祭司所在。太好了，那里肯定有威力最大的护卫队。贴上去，脸贴脸，只在零距离开炮。这么近距离开炮，炮管一定会炸烫。巨大的冲击波会把我和敌军指挥部一起送上天。这叫同归于尽，完美的谢幕。永别了。
大人的设计虽然激进，但我们在炮口加装了消烟制退气和高压泄气阀。人呢？我本打算付出一切，怎么反而成功了？大人，敌军指挥系统瘫痪了，他们开始溃逃了，我们赢了！赢个屁！我还没死呢！为了理想，前进！注意安全，任何异动立刻传我。是。保护核心旗帜。快来人，这里需要帮助！先生，你看后面，那边乱了。那面旗帜。我不能让他死。无名掉头！大人，让你掉头！把阀门给我焊死在最大档位！我要把这台发动机跑飞！前面的大前士兵，都给我闪开！当我者死！给我锁定那些黑衣服的杂碎。
目标锁定，距离800米，高爆弹装填完毕。就是现在！苏青，来世再见。刚才是哪只手拿枪指着他的？把命留下！苏青，你怎么样？哪里受伤了？真没事，就是有点晕车。你这个骗子！你明明是去送死的，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要为了这？因为臣突然发现地狱里没有陛下，那里太冷了，臣怕冷。投降！我们投降！这是上帝的惩罚！东方有神灵庇佑！大钱万岁！大钱万岁！苏大人万岁！苏大人万岁！苏大人万岁！丁，最终战役结束，检测结果：宿主未死亡，任务失败。失败就失败吧，在这个世界当个富家翁也不错。但是检测到宿主声望值已突破数值上限，达到万世师表再造乾坤级别。触发隐藏通关条款，当宿主对他人的影响超过了生死的界限，系统判定宿主已完成精神上的涅槃。恭喜宿主，回归通道已开启。什么？您现在可以选择立刻脱离本世界，回到2026年。奖励发放，现金1万亿已存入瑞银账户，复活币乘1，永生体质保留回现代。倒计时10分钟。1万亿，永生，空调 ，WiFi， 手机，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我就能离开这个没有抽水马桶、没有抗生素、
动不动就要砍头的鬼地方。我做梦都想回去，那是我的家，那是文明世界。可是，若是永生，要以忘记你为代价，我宁可活得短一些。在现代，我是苏长歌，一个为了房贷和 KPI 奔波的社畜。就算有了1万亿，我也只是个有钱的孤独鬼。在大前，我是苏青天，是苏神仙，是他们的家人。宿主，永生是人类的终极梦想。由于2个世界时间流速不同，你离开后，大前的时间线对你来说将瞬间静止。你真的要放弃吗？如果永生意味着要看着他们变成历史书上冰冷的文字，那这永生就是最恶毒的诅咒。苏晴，你怎么了？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别走！朕命令你别走！是不是黑白无常来了？朕占了他们！由于我太刚正，我决定违约。去你大爷的1万亿！去你大爷的永生！老子不走了！陛下，我在，朕在。刚才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人给臣1万亿两银子，还要让臣长生不老，求臣离开陛下。那你答应了吗？臣拒绝了，因为臣发现那1万亿两银子买不来陛下剥的一个橘子。再见了，2026。你好，大前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求死了，我要带着这个傻女人，还要带着这帮可爱的古人，去看看真正的星辰大海。